朋友们，今天咱们即将踏上一段奇妙的旅程，去破解一首藏在古诗里的英雄密码，它就是王昌龄的《塞上曲》。可别把它只当成普通的边塞诗，这简直就是唐朝戍边战士的生存挑战实况记录。此刻，你准备好穿越到1000年前那叱咤喝风的边关，去一探究竟了吗？先来原汁原味的感受一下原诗。蝉鸣空桑林，8月萧关道。出塞入塞寒，处处黄芦草。从来忧病客，皆共尘沙老。莫学游侠儿，今夸子留好诗。诗的开头4句就如同迎面而来的一记暴击。秋蝉在那光秃秃、毫无生机的桑林里拼命嘶叫，那声音仿佛要穿透人心，叫得人心里直发慌。而8月的风呢，冷的就跟冰箱冷冻室里吹出来的一样。原本想象中的大漠风光，那种大漠孤烟直、长河落日圆的壮美画面呢，完全不见踪影。展现在眼前的，分明就是一部古代版的极端天气生存指南。出塞入塞寒这简简单单的5个字，却道尽了戍边战士们的无尽艰辛。出城门的时候，铺天盖地的沙尘暴直接糊在脸上，让人睁不开眼。进城门了呢，迎接他们的是4处漏风的破屋子。接下来，重点中的重点来了，你们知道幽并客是什么样的狠角色吗？在古代，幽并之地大致就是现在河北山西一带。那里的男儿组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硬汉天团，放到现在，他们可就是特种兵级别的戍边战士。再瞧瞧游侠儿，这可不就是那些骑上进口宝马在大街上炸街，到处下拜的富二代吗？诗人的这句话可真是扎心了，别整天晒你的豪车了，好好看看真正的英雄正在塞外喝西北风呢。这就如同现在常说的，别看别人人前炫富，要多看看人家背后付出了多少努力。而最让人感动到落泪的，当属接供尘沙老这5个字，它就像一把精准的手术刀，把战士的一生剖析得淋漓尽致。一个17岁的少年离开家乡奔赴边关，历经无数个春秋，等到57岁的时候，还依旧在黄沙里摸爬滚打，就如同现在驻守边疆的战士们，他们的青春就在那漫天的风沙中悄然流逝，只有天上的月亮默默地见证着他们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的坚守。但也正是这些默默奉献的人，用他们的生命为我们守护着来之不易的安宁。再看诗人是如何玩转对比魔法的。诗的前半段把边关的环境描写得让人浑身打哆嗦，那种艰苦、寒冷、孤寂，仿佛能透过文字钻进人的骨头里。可到了后半段，诗人却笔锋一转，突然开始讽刺那些纨绔子弟。这一招就叫做冰火两重天。